今天是2025年11月24号，乌克兰抵抗侵略的第1369天。昨天俄罗斯全域战损人员920人。11月23号凌晨5点，乌军在红军城发起了代号破晓突袭的反攻行动，重点攻坚俄军控制的北部工业区核心地带。俄军第6集团军等精锐部队依托废弃的工厂构建堡垒。清晨6点，乌军第107空军联队的 F-16战机呼啸升空，4架 F-16战机携带 AGM-88 反辐射导弹，精准锁定红军城西北部俄军阵地，摧毁3座 S-300雷达站，瘫痪了俄军对空搜索的网络。随后对南郊俄军的 TOS 温压火箭弹阵地和北部工业区的弹药库实施精准打击，成功摧毁2座弹药库和3门温压弹火箭炮。地面部队乌军顺势发起进攻。第93机械化旅在无人机的引导下，沿地下排水管和废弃建筑物隐蔽穿插，于上午9点突破俄军在钢铁厂西部的防线，夺取了3处关键火力点。第101国土防御 LV 主攻工业区东部的铁路枢纽，战至中午12点，成功控制了铁路支线，切断了俄军北部的增援通道，战线向南推进 1.2千米。截至晚上8点，乌军已经控制了红军城北部工业区 70% 的区域。上午8点，在扎波罗热方向，乌军第47机械化旅对俄军第58集团军下属的第42摩步师发起突袭，海马斯火箭炮精准打击，在奥列霍夫南部突破俄军防线，摧毁俄军装甲车4辆，火炮2门。哈尔科夫方向，乌军第116领土防御旅针对俄军第25集团军在19姆西北郊展开袭扰战，利用电子战干扰设备屏蔽俄军无人机信号，配合坦克小组摧毁俄军3辆 T-72坦克，使其无法向红军城俄军增援。下午2点，在苏梅方向，乌军第28空降旅在科洛托普北侧发起反击，面对俄军第35集团军下属的第64摩步旅的防御，乌军先用小型无人机锁定俄军战壕位置，随后迫击炮实施覆盖打击，步兵快速突击夺取2处战略高地。23号全天，乌军发射近100架无人机，袭击了俄罗斯境内多个地区，覆盖了莫斯科、斯塔夫、罗波尔良赞等地区。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，当地时间11月23日夜间，乌军无人机部队向莫斯科州北侧发射密集的无人机群，重点打击目标是俄罗斯的沙图拉热电厂。现场视频显示，该地发生了大范围的爆炸，画面中电厂一带已燃起熊熊大火，在远处都能看到持续升起的火球和浓烟腾空数十米高。当地居民称，至少发生了6起巨响，一直回荡在莫斯科的夜空中。初步信息显示，沙图拉发电厂的多处区域都被击中，大火还引燃了油浸变压器等设施。此举有效破坏了俄方的电力基础，给俄军后方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，并一度导致莫斯科的机场关闭，暂停航班升降。俄罗斯方面随后做出回应，否认电厂被摧毁。莫斯科州长安德烈沃罗比约夫承认遇袭，但又强调该市的电力供应未受到影响。不过前方不断闪烁的火球已凸显了此地袭击的破坏程度。这是一座1500兆瓦的电厂规模，不仅是莫斯科，也是整个俄罗斯最大的电厂之一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还对俄战区的电力设施发动了多轮打击，主要都集中在顿涅茨克地区。在沙赫塔尔斯克，乌军的无人机摧毁了当地的变电站，造成大规模区域停电。23号，在美乌首轮会谈结束后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、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伊尔马克共同会见了记者。伊尔马克表示，美乌首轮会谈结束，乌克兰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举行的会谈非常富有成效，取得了很好的进展，正在朝着实现公正、持久、和平这一目标迈进。卢比奥表示，这是迄今为止最有成果和最有意义的会谈，取得了良好的进展。美方正在研究相关方提供的建议，并对方案做出调整，进一步缩小分歧，形成接近让乌克兰和美国都满意的协议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，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